你有没有一种孤独，不是你找不到人，而是你习惯了一个人做研究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出差，不是讨厌人，只是觉得这样比较简单。梁朝伟在这部电影里就是这种人，他演一个神经科学家，他的工作是研究婴儿的意识，就是人在学会说话之前是怎么开始感觉到我存在的。疫情把他困在德国，整座大学城都空了。他本来就习惯一个人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窗外那棵银杏树让他发现了一件事：原来有些连结不是他不需要，而是他从来没试过。在这部电影里，梁朝伟在里面全裸，当然还不到色戒那种程度，是他一个人全裸站在那棵银杏树前面。导演说那是一场交媾。这部电影叫《极静的朋友》，台湾翻译成你是不会当树吗？导演是匈牙利金熊奖得主伊尔蒂科·因叶蒂，他在威尼斯影展拿了6项大奖，片长147分钟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要用这部电影跟你聊一件事：一个习惯孤独的人，有没有可能跟世界重新发生关系？电影有3个时代的故事，都发生在德国马尔堡大学的植物园。那棵银杏树从1832年就站在那里，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在的角色。3个时代的人来了又走，只有他哪里都没去。导演用3种完全不一样的画面质感来呈现这3个时代。1908年，35毫米黑白胶片，安静像历史档案。1972年，16毫米彩色胶片，带一点暖黄的颗粒感，像青春的回忆。2020年，数位影像，清晰冷峻，像科学论文。3种画面，3种孤独。1908年，格雷特，她是个女学生，想进植物学系，问题是那个系全部都是男的。她有才华，受过瑞士教育，拉丁文讲得比教授还好。结果面试的时候，教授只问她一句：你穿衬裙吗？不是你的研究计划是什么，不是你对植物分类有什么看法，是你穿衬裙吗？她被整个学术圈排斥，不是人家讨厌她，而是她根本就不存在在对方世界里。后来她拿起相机，开始拍那些最不起眼的植物，在那些卷卷的叶脉跟茎节之间，她看到了一种宇宙的秩序。没有人认可她，但她自己看得清清楚楚。那棵银杏树就站在植物园的角落，看着这一切。1972年，汉内斯，一个年轻男学生活在最吵的年代，性解放，学运，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。他暗恋一个女孩，但那个女孩没有回应他，他只拜托他一件事：帮我照顾这株天竺葵。就这样，他开始跟一株植物朝夕相处。他的孤独是在人群中发生的，周围都是人，但他没有可以说话的对象。结果在那个最安静的角落，照顾一株不会理你的天竺葵，他反而找到了平静。那棵银杏树还在同一个植物园里继续站着。2020年，Tony Wang，疫情把他困在德国，语言不通，整座大学城都空了。他唯一的人类交流对象是一个只会讲德语的警卫，2个人根本无法沟通。直到他开始注意到窗外那棵银杏树，他把仪器接到树上去读它的生物电信号。一个研究人类意识的科学家开始问一个他从来没想过的问题：他感觉得到我吗？那棵银杏树还在，快200年了，他哪里都没去。
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一个神经科学家跟一棵树对话，这要么是科幻片，要么是他疯了。但导演英叶蒂说，他拍这部电影不是要证明植物有觉知，他只是借用一些科学研究，打开一个想象。如果植物有感觉，如果那棵树不只是一块木头呢？以下这些研究有些还在争议中，有些已经被部分证实。导演英叶蒂在访问中说，他对植物感知的兴趣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。当时有一波实验浪潮，大家用传感器去测量植物，想知道它们有没有感觉，会不会沟通。英叶蒂说，那是一段非常美丽也非常天真的时光。事实上，不只是这些争议很大的早期实验，最近这些年，越来越多正统科学研究也开始重新思考植物的能力。更惊人的是，瑞士的实验室用 AI 去分析植物的生物电信号，发现植物对人类情绪的识别可以达到非常高的准确率。当然，这些研究还在很早期的阶段，很多结论还需要更多实验来确认。但它们都指向一个很有趣的方向：植物可能比我们以为的更清醒。植物不只会感知，还会沟通。所以电影里这些科学研究不是要给你答案，而是要打开一个想象的空间。因为你一旦开始想象植物可能有感觉，你就回不去了。你开始用不一样的方式去看身边的每一棵树、每一盆盆栽、每一片叶子。所以回到那棵银杏树，它不是象征，不是隐喻，它是一个角色。3个时代的人来了又走，只有它一直在那里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习惯孤独的神经科学家决定听听看。我们平常讲关系，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人跟人，但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，人跟人的关系几乎都是失败的。格雷特跟学术圈断了，汉内斯跟他的时代疏离了，托尼跟整个人类社会是隔离的。如果人跟人之间的连结这么难，那我们跟人以外的存在有没有可能建立关系？格雷特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，他什么条件都有了，才华、知识、热情，但那个时代的学术圈不需要一个女人来研究植物，社会结构本身就是一道墙。格雷特没有放弃，他拿起相机，拍那些跟他一样不被看见的植物，社会不给他位置，但他在自然里自己画出了一个位置。汉内斯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。1972年，性解放的年代，照理说这是一个人与人可以自由连接的时代，但他暗恋一个人，却不知道怎么靠近，对方只给了他一株天竺葵。这不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吗？社群媒体让你随时可以连接任何人，但你真正想说的话却没有勇气打出去。照顾一盆植物，有时候比维持一段人的关系简单太多了。当你不再强求只有人类能给你陪伴，你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可能。这是整部电影最核心的探问。格雷特找到了摄影机下的植物结构，汉内斯找到了天竺葵，托尼找到了银杏树。这不是巧合，导演在暗示一件事：人跟自然之间存在着另一种关系，不是人类中心的那种我们要保护自然，而是平等的、双向的，彼此都是主体的连结。3个时代的角色都不是天生就与自然有轻松连结的人，他们非常清楚那种分离感，所以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，一次伸出手搭建桥梁的过程，而这座桥梁就是科学与实验。梁朝伟那场全裸的戏就是这个关系的最高潮。托尼脱掉所有衣服，脱掉他作为科学家的身份，脱掉文明人的武装，脱掉人类这个物种的预设，
赤身裸体站在那棵快200岁的银杏树前面。导演说，那是一场交媾，不是情欲的那一种，是一种存在层面的交合。一个习惯孤独的人，终于主动伸出手，允许自己被另一个生命、一棵树完全的看见。这是最难讲，但也最重要的一层。这是最难受的孤独，不是你跟别人之间有距离，而是你跟自己之间有距离。但梁朝伟在访谈中说了一句话，我觉得很关键。他说，孤独不是痛苦，而是与自己对话的契机。这也是为什么 Tony 在银杏树下那场戏，允许自己被一棵树看见的那一刻，他也终于看见了自己。一个习惯孤独的人，在孤独的最深处，反而发现了另一种跟世界连结的方式。这不是放弃孤独，这是重新定义孤独。这4个层次不是分开的，它们是一个同心圆。这部电影告诉我们的是，不是只有人跟人之间才叫关系，你跟社会之间，你跟自己之间，你跟一棵树之间，你跟一株天竺葵之间，都是一种关系。有些关系让你孤独，有些关系让你自由，有些关系需要语言，有些关系只需要存在。那棵银杏树教会Tony的就是这个，他不说话，不拥抱，不按赞，他只是在那里，在那里本身就是一种关系。像是你等红绿灯的时候，或是走去便利商店的路上，找一棵树就好，不用说话，不用做任何事，就看着它5秒。那几秒就是这部电影想送给你的。这里是胡扯八道说电影，我们下次见。